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8月9日啊，即係咧現實版咧都係有南京照相館喎。嗱，而家8月份咧，南京照相館咧就係一套電影，就講當年咧南京嘅人民咧，哇就係揭露真相，利用咧呢個嘅照片啦，就係證實咗咧日軍喺南京上嘅暴行啊。咁啊，好令到咧軍事法庭上咧有更多嘅證據。咁啊，現實亦都有啊。現實咧，而家網民咧好多咧就叫做江油照相館，因為喺江油市咧，四川江油市距離成都咧2個小時車程嘅一個地方。最近咧發生咗一個群眾性事件啊！呢個群眾性事件係中國官方嘅名詞嚟嘅。咁啊，我哋香港人咧就叫做抗爭維權抗爭或者叫做違法抗命。公民運動，咁啊呢一種群眾性事件咧喺中國發生咗，其實每日都有嘅，每日咧就有數百宗咧群眾性事件嘅，咁但係呢啲群眾性事件咧一般搞唔起嘅，咁但係呢個江油事件點解會全球都關注咧？全球嘅新聞都上晒咧，因為佢係嚟自校園暴力，校園暴力啊好容易引起人哋共鳴嘅，因為世界上咧有學校嘅地方就有機會有校園暴力，所以韓國嘅電視劇集《黑暗榮耀》咧先咁受歡迎啊嘛。呢個韓國嘅電視劇集《黑暗榮耀》就係講校園暴力嘅，咁但係問題呢個校園暴力、校園欺凌事件由一個普通嘅學校嘅一個問題演變成一個呢係對體制嘅不信任問題，演變成一個呢係由官方咧帶頭鎮壓啲學生家長，以及呢鎮壓咧同情聲援學生家長嘅一個群眾運動。咁所以呢個就係好反映到我成日講啦，中國咧叫超穩定結構啊嘛。超穩定結構係咩？穩定壓倒一切咯。穩定壓倒一切嘅目的係點啊？就係要穩定佢哋嘅權力，壓倒你哋嘅一切令到個社會好穩定啦，就唔能夠讓嗰啲人有佢哋嘅訴求係成功嘅。如果個個民眾個個受到冤屈嘅都有訴求爭取，而最後都成功嘅，呢個政府嘅超穩定結構就唔存在嘅。而超穩定結構背後嘅邏輯係咩呢？就要係權威、權力壓倒一切呢個就係中國嗰個現實版嘅魷魚遊戲。咁呢件事呢個起因好多人都知啦。咁我略略講一講啦。喺江油市呢個地方咁有一個中學生14歲嘅，佢父母呢據稱係聾啞人士，然後呢就俾幾個女同學欺凌，就逼佢除衫除晒上衣然後呢要影相拍片。但係嗰啲欺凌人咧，欺凌完之後咧，佢自己有啲人咧就將啲影呢個事件咧，引起好多人咧都係好憤怒嘅。由於咧呢件事咧喺8月2號就係爆發咗，就係影片拍攝咧就係7月22號呢個欺凌事件，就逼佢除淨底衫底褲，然後不斷咧俾人哋掌摑個女仔，飛踢。要逼佢咧係跪地求饒啊！中國人好興跪地噶，好興逼人跪地或者自己跪地，其他人喺側邊咧就笑攞手機拍，即係呢啲新聞真係令人哋好發指啊！14歲嘅啫，但係最發指啊唔係，佢同呢個嘅被欺凌者咧係講話，哇！你父母要報警啊！父母報警，你以為我哋會怕你啊？又唔係未入過去然後另外一個人話咧，都入去10幾次啦。最多20分鐘出嚟啊！咁一講完之後呢，啲人呢，網民聽完之後，梗係嬲到不得了啦。然後好多懷疑啦，懷疑就係係咪背後有人啊？係咪背後有呢個嘅勢力喺後邊啊？咁然後呢，呢個受害人嘅表姐呢，喺社交平台話呢個受害人學校長期受到欺凌嘅，同埋孤立佢就係連騙帶威脅呢。就俾人帶到去呢個廢棄嘅樓宇裏邊進行毆打侮辱搶佢手機搶埋佢嘅錢咁呢件事鬧大咗啦，喺8月2號結果就係網上好多人討論啦，喺海外 Twitter X 即係呢啲平台好多人轉載，喺大陸場內咧都有人轉載，雖然咧不斷被刪帖，但係都有人轉載咁所以喺8月2號咧，警方就將呢個嘅施暴者嗰幾個女仔咧傳召，然後8月4號咧就通報咗呢件事。通報咗呢件事之後呢，對於呢4個被傳召咗嘅未成年少女，佢係14歲啊，有2個呢就未夠14歲嘅，就係以預防未成年人犯法對2名滿咗14歲嘅小朋友呢，欺凌者呢，送去專門嘅學校呢，係矯治教育，即係送去一特殊學校啦。簡單嚟講但係未滿14歲嗰2個呢，就係批評教育嘅啫。只係批評教育就係叫家長咧責令家長加強管教然後咧嗰個受害人咧就係話輕傷啫，
只係受輕傷。咁所以咧，所有民眾啊，梗係睇完之後，梗係好嬲啦，淡化咗施暴者嘅行為。喂，呢啲梗係刑事嘅，你長期毆打一個女仔，逼佢除晒衫拍片，呢啲點可以係批評教育啊？點可以送去矯治學校啊？算啦吓，即係你涉及咗幾多罪咧？呢度就係第一就綁架吓，然後就搶劫佢手機，搶劫佢嘅錢吓，毆打暴力啦。然後咧仲咩猥褻，你拍佢嘅除衫嘅影片，喂，你犯咗咁多個重罪，呢啲梗係要刑事拘留嘅，即係你一般中國嫖娼都拘留10幾日啦，你犯國安嗰啲未審啊，都拉你幾年啊，喂，呢啲咁嚴重嘅校園暴力、搶劫行為、綁架行為、勒索行為，竟然咧係可以俾佢逍遙法外，呢啲梗係不能接受嘅。結果咧就係好多人就好嬲啦，咁佢話咧呢個搶劫行為咧，淨係過去尋釁滋事喎，因為未滿16歲，淨係當行政案件處理嘅啫，就冇定義佢為搶劫罪。咁但係中國嘅法例咧就話刑法規定14歲就要負刑事責任嘅，所以好明顯啊，呢個嘅江油市嘅警方咧係出咗問題嘅。咁結果咧8月4號咧，好多人咧就好嬲啦，因為咧受害人士咧起碼個母親係一個聾啞人士嚟嘅，佢哋去咗現場咧就係抗議佢同佢嘅丈夫咧就跪低請求政府主持公道，佢跪咗喺度。中國人係唯有跪嘅啫，跪咗幾千年啊，因為冇完善嘅法治制度啊。你話喂官商勾結啊，呢個官員濫權啊，全世界都有噶啦，但係人哋有合法程序可以告個政府啊嘛。美國嗰啲警察啊、黑警啊，經常都有無故啊係截劫啊，無故咧就係呢個咩欺凌嗰啲市民噶啦，嗰啲全部可以俾人告嘅，因為身上帶晒錄影噶嘛。然後市民可以隨意調度嘅，嗰啲錄影可以影片可以睇到佢哋如何暴力執法嘅，咁所以全部都係告當然啦，你話告咗，通常都係啲縣警察咧，縣警察局咧就賠償嗰個警察咧或者會逍遙法外，最多俾人開除嘅啫。咁但係咧都好過中國人啦，就永遠要跪喺度，呢個真係慘。結果咧就跪，現場掃到暈倒而跪嘅時候咧，嗰啲地方領導完全毫無反應嘅，淨係喺度講自己嘅說話，係扶都冇扶起佢啊！喂，人哋喺你面前跪請，咁你都係人係鬼都扶起對方啊？冇嘅，在場嘅公安、在場嘅領導冇人咁做。結果咧，現場啲人咧，梗係唱國歌啦。唱國歌咧，有啲人就唔明嘅香港人。喂，點解要唱國歌？唱國歌係保護自己嘅，因為你唔唱國歌咧，佢隨時告你呢個嘅勾結外國勢力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你唱國歌一路唱義勇軍進行曲，所以中國人維權咧，只能夠唱義勇軍進行曲，佢唔可以唱榮光噶嘛，唔可以唱Do you hear people sing， 唔可以唱呢啲咁嘅歌噶嘛，嗰啲一唱 Do you hear people sing 就勾結外國勢力噶啦，所以咧就高喊啦，為嚴懲兇手依法辦案唔好要呢個包庇啊，咁結果就係點啊？結果就係受到暴力鎮壓啦。即係暴力鎮壓咧都算啦，即係咧中國嘅政府咧就係一定要雷霆手段，佢暴力鎮壓咧不特止，仲要揾咗一架豬籠車咧係拉咗嗰啲咧抗議人士上車，呢個係徹底嘅羞辱嚟嘅，就等於以前咧就係要掛人頭上城樓，嚇其他人唔敢啊！你一口咧就拉咗幾個咧嗌得最大聲嘅上豬籠車，然後遊街示眾幾乎係。其實就係同古代咧就係斬首掛城頭咧係並冇分別嘅，個道理一樣。結果咧你咁樣咧又嚇唔怕嗰啲江油市市民啊？啲江油市市民年輕人咧繼續上街咁所以咧呢個星期咧就越嚟越多人上街啦，越嚟越多人上街咧，咁越嚟越多影片咧，啲上街其實坦白講都係好和平嘅啫，都係嗌口號嘅。最好笑咧，亦都最悲哀嘅就係一個嗌口號嘅年輕人嗌下口號咧，佢哋覺得哇領導咧會嚟睇佢啦。結果領導一嚟到咧，即係佢以為領導會嚟睇佢，但係結果一嚟到咧，個領導咧就叫嗰啲警察打鑊咗佢，然後就拉走咗佢。咁所以呢個嘅江油事件，所以啲人咧就話叫做咩江油照相館啊，因為有好多網民咧而家全部有手機錄晒啊嘛，你掟上去抖音嗰啲巴拉巴拉嗶哩嗶哩結果全部俾人哋咧係河蟹咗。咁但係咧啲人就即刻 download 咗，擺上咗去 Facebook， 擺上去 Twitter、YouTube。
咁結果而家就喺海外就流傳啦，海外咧就越嚟越大聲嘅，越嚟越咧關注嘅。咁當然場內咧啲人慢慢就唔知，呢個就係中國咧個超穩定結構，佢控制咗媒體，佢永遠就唔會俾其他人知。點解2019年、2014年香港抗爭或者以前烏坎村抗爭，佢唔會俾你成功啊？佢一定係秋後算賬，佢能夠即場鎮壓就即場鎮壓，不能即場鎮壓就秋後算賬，因為要維持超穩定結構。如果你上街爭取成功，其他人見到上街爭取成功，佢哋就會想辦法搞你，想辦法搞個政府。如果每個人都為咗自己嘅訴求、自己嘅利益合法維權，佢就會覺得你合法維權挑戰到官方嘅權威，佢唔容許。所以點解古代咧係未見官先打80？喂，鳴鼓擊鼓鳴冤係合法嘅，法例係規定啊，點解都要打擊你啊？都要好啦，你擊完鼓都要打你80大板，80大板誇張嘅，一般打10板、20板都會嘅。咁點解要咁做啊？就係唔俾你合法維權咯，因為如果每一個合法維權，官方嘅權威就會挑戰咗。呢個就係周潤發咧對住周杰倫講喺滿城盡帶黃金甲朕不給你，你不能問，你不能要就要我俾你先要嘅。所以點解一定係要由呢個咁嘅中央派欽差大臣去地方調查，就唔可以民間呢個嘅要求啊？所以中國自古以嚟嘅改革咧，只能夠由上而下嘅改革，因為由上而下係皇恩浩蕩啊嘛，你就唔能夠由民眾推動由下而上嘅改革維權維權抗爭改革由下而上呢，就係挑戰官方權威，呢個會破壞超穩定結構，即係唔可以立亂告政府。美國、英國可以隨便告政府，喂，政府唔想作奸犯科咩？政府唔想欺壓百姓咩？政府梗係想噶。政府唔想修改5+1變10+1咩？政府梗係想噶，佢驚你告佢啊嘛。佢可能咧最後咧唔驚你告佢，但係你最後都會告佢，而告佢成功，佢會影響到佢管治威信，所以佢做事咧都會考慮嘅。即使佢唔考慮咧，你咪最後喺法庭見咯。即係呢個係喺西方公民社會先能夠做到嘛。香港以前做到，香港以前係公民社會啊嘛。同政府打官司啦，咩維港要保護海港，喂，而家保護海港團體都解散咗啦，註銷咗啦，即係邊有人夠膽同政府打呢啲官司啊？以前嗰啲咩長洲覆核王年年同政府打幾多場官司啊？而家喂，打官司有代價㗎。佢會話你，喂，係咪收外國人嘅錢啊？有冇喺外國嘅社交媒體啊？外國嘅領導政要有冇發過聲啊？全部都會係想辦法上綱上線。個原因就係佢要維持佢嘅超穩定結構。超穩定結構背後咧就係權威、威權，就係害怕，要人民恐懼，所以先拉佢上豬籠車然後毆打。呢個方法係咁嘅。而因為咧中國人咧長期咧有習得性無助，佢哋咧嗰個教育就係喂，唔好多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不與官鬥，富不與呢個官爭，呢個就係幾千年嚟嘅民間智慧喎。咁所以變成咗咧，人民有習得性無助。一講不要談政治，不要談政治。第一習得性無助，第二咧就他者仆街主義，就係咧其他人就會覺得江油嗰啲人民搞亂晒，係咪收咗外國人錢啊？呢個警方調查咗啦，公安咪話送去特殊學校度教育咯，你仲搞住晒係咪啊？肯定係中間咧造謠，肯定係中間咧有人挑撥，他者仆街主義。只要被欺凌嗰個唔係自己嘅仔女，佢哋覺得咧，喂，你搞事都係為自己利益嘅啫，所以佢哋唔會支持你。所以成都嘅市民唔會支持江油，附近嘅人咧亦都唔會支持佢。個原理就係他者仆街主義咯，亦都係習得性無助咯。呢個就係幾千年嚟啊，其實你睇下好近嘅啫。成都嘅江油2個半鐘頭車嘅啫，附近仲有好多城鎮嘅，佢哋廣元市嗰啲大城鎮都唔會去聲援嘅。點解啊？呢個綿陽市喂，綿陽市有讀過《三國志》啦，《三國演義》嘅書啦，小說，呢個係一個重要地方嚟嘅，綿陽軍事險要嘅地方嚟，四川，佢哋都唔會去聲援啊。就係習得性無助同埋他者仆街主義，背後個原理就係超穩定結構啦。從呢一單新聞咧，就引證咗呢幾年咧長期所講嘅理論咧，全部都係中國人身上應驗嘅。所以今天我哋睇南京照相館，我哋覺得感動啊，心有戚戚然咬牙切齒。但係南京照相館魷魚遊戲每日都喺現實生活發展啊，但係你唔去碰嘅，因為父母話俾你知碰不得。呢個就係冇公民社會同有公民社會個分別啦。以前香港咧係能夠碰嘅，
港英政府嘅時期成日都告港英政府唱國歌嘲笑呢個 God Save the Queen 嘅而家你喺香港唱國歌嘲笑 God Save the Queen 都冇問題，唱下改編義勇軍進行曲即拉。呢個就係公民社會同埋冇公民社會嘅超穩定結構咧，嗰個本質上嘅分別喺邊度啦 ？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啦，同埋 YouTube channel 有獨家嘅會員。即係如果大家聽完我嘅影片咧，覺得學到嘢咧，即係考慮下再 Patreon。除咗有更多嘅獨家內容咧，都係對創作者嘅一個鼓勵嚟，再 YouTube 嘅 member 都同樣可以同埋我嘅新書各大書店咧已經可以買到啦，最好網上訂購啦，全世界都送到今日多謝大家支持，拜拜。